好，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，我是 Sandra。2022年6月9号，以太坊2.0的质押协议 Gold Finance 在 Twitter 上宣布完成了金额3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，而这些融资的机构呢，包含 Multicoin Capital、Eden Network、Yield-Yak、GSR Market、C-Square 这些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参投。而这轮的融资呢，也让沉寂已久的以太坊去中心化质押协议再次的映入我们的眼帘。那众所周知的是，以太坊现在呢就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变革，那就是从 POW 转向 POS。目前呢，以太坊的工作证明机制还是 POW， 但是这个机制的耗能比较大，而且需要依赖矿工进行验证交易。矿工透过解决复杂的方程式来获得验证交易的特权，以及以太币作为奖励。那对于财力雄厚的投资者们来说，采矿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却并非是如此。POS 的 staking 可能呢就会改变这一点。POS 是将以太币质押到以太坊网络中，并参与验证交易的任务。质押者呢会像矿工一样获得以太币作为奖励。不过，在以太坊网络中成为验证者并运行节点，至少需要32个以太币，目前金额换算大约是5万美元。那自从2020年12月推出以太坊2.0的合约以来，很多的用户呢，其实已经不再愿意将32个以太币直接锁定。目前 POS 和 POW 的合并时间呢也尚未确定。那根据以太坊的核心开发者表示，合并将在8月到11月间完成。但是到底能不能如期完成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而目前的以太币只能单向的从 POW 链流向 POS 链，因此早期进行质押存入的以太币将会面临丧失流动性、无法取回的风险。在以太坊 POS 信标链诞生的前期，早期的入局者由于先发优势，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对于当时来说呢，主流的模式还是中心化的质押协议。站在机构的角度来说，这个选择并不难，因为一旦他们放弃了无需信任性、去中心化或者是无需许可性这些特性呢，就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丰厚的回报。因此，在传统的模式下 ，Web2 世界的巨头们，比如说像是 Coinbase、Binance 这些公司呢，都非常的乐意将自愿的用户资金锁起来。但不得不说，那时的人们也确实是没有选择的余地，除了将希望寄托于中心化的机构，剩下的就只能选择运行自己的节点。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，运行自己的节点太困难了。因此 ，POW 矿池的毛病就一直不断的在重演。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时期，总会有力量致力于推动世界的改变。那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另一股力量也在不断的壮大，那就是中心化质押协议的开端。去中心化质押协议 Lido 就在这时候横空出世。2021年5月 ，Lido Finance 完成了融资，开启流动性质押。那这个时候呢 ，Token Stace 也随之出现。Stace 呢是首个，也是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流动性质押 Token。以太坊网络上的任何人首次可以质押少于32颗以太币，同时呢又可以保留对自己资金的控制权。你试想一下哦，这么一个寻求给多数人带来收益的道，它的发展速度可想而知。那 Lido Finance 是基于以太坊2.0的平台，用户在不用锁定以太币的同时，还可以获得质押的奖励，并且将按照1:1的比例获得代币 Stace， 用来参与 DeFi 的市场以及其他的服务。相对于质押信标链的用户要求至少要锁定32个以太币的要求而言，那这也使得资金的利用变得非常的灵活。我认为 Lido 的优势有以下3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降低资金的门槛，减少成本的损失。那第二点就是利用道的治理来提升透明度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则是 Lido 它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以太坊链，它支持多个主链。那除了有优势以外 ，Lido 当然也存在着劣势。缺点呢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。第一点是惩罚机制，第二点是收益不稳定，
那最后一点呢，则是 Gas 相对于小额用户来说可能会比较高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除了 Lido Finance 以外 ，Geode Finance 则是以太坊2.0去中心化质押协议的新选择。他们致力于就是创造流动质押的全新模式，透过 POS 的机制，所有的以太币呢都可以产生收入，无论它是存在智能合约中、到国库中，还是某个人的钱包中。Geode 的目标呢，就是在提供真正的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。从本质上来讲，任何使用打包的 Ether 的协议都可以使用它来创建验证者，并从验证者的奖励中获得回报。但是，设置一个允许用户运行自己的验证器，一定是具有相当的挑战性。依赖传统以太坊2.0质押协议，需要在协议之间建立信任。那这个模式呢，就导致了大多数的协议国库都错过了额外的回报，或者仅将其国库的一部分用于传统的以太坊2.0抵押协议，从而承担了固有的第三方风险。对于这个问题呢，一直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。针对现有的抵押协议问题 ，Geode Finance 的优点就在于他们替用户提供额外收益的机会，增加 TVL， 将国库中的 ETH 货币化，没有第三方的费用或者是风险，支持将项目自己的治理方式带入生态的系统，以及用户可以通过选择自己的节点营运商来管理自己的风险状况。最后则是用户可以从他们自己的以太坊2.0代币的 LP 机会中受益。以太坊2.0质押协议是相当具有 Web3 时代气息的应用，恰逢如今的以太坊正在经历着从 POW 向 POS 转型的重大变革，而今天介绍到的 Lido Finance 和 Geode Finance 正是以太坊2.0质押协议的新力量。Lido Finance 不用说，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个领域的龙头，而 Geode Finance 相对显得就是比较年轻。那在它的身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 Lido Finance 的影子。不过在这个基础上 ，Geode Finance 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创新，但实际呢，效果和市场的认可度是如何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我们可以继续保持适当的关注。今天的分享就告一个段落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